尊敬的世界中医药联合会马建忠主席、商斌生秘书长，巴西中医药学会叶富坤会长，线上和线下的专家同道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省中医院陈秀华。今天我大会发言的题目是岭南刺络疗法治疗痛风性关节炎，记住操作规范。刺血疗法，刺血疗法的历史起源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砭石治病，最早文献记载见于马黄堆汉墓出土的52病方，而《内经》中全书162篇，涉及到刺血疗法的论述竟高达40多篇。刺血疗法在实践中与拔罐疗法相结合，形成了刺络拔罐法。在近代葛洪《走后备急方》中就有针脚的记载。金元四大家张从正认为，刺血疗法属于汉法，汉血同源。到了明清时期，刺血疗法被广泛应用于危急重症，如昏迷、瘟疫等。随着时代的推移，刺血疗法应用于内外骨伤、妇儿、皮肤、眼、耳鼻喉等各科疾病，涉及的病种多达150多种，更在美容、保健领域崭露头角。《黄帝内经》对于刺血疗法的原理认为，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它的病因病机在《素问·谬刺论》中提到，视其脉，出其血。这个血指的是淤血，有毒的血。出的意思是让其刺络从血脉中刺络而放血。它的病理表现在《素问·谬刺论》中提到，视其皮部有血络者，尽取之，指的是在体表的一些孙络、浮络，我们可以用刺络的方法来达到去除淤血的目的。而它的治疗机理在《素问·调经论》中就有提到，刺物血，去血脉，这里指的是让血脉得以去除淤血的意思。治疗原则当中有胜而血者即诛之，胜者泻之的记载。治疗原则无外乎有以下3点：血实宜绝之，这个血指的是体内的淤血，那么绝是像我们说的提拔用刺络让血脉能够把淤血排出。血去则经隧通，指的是体内的淤血去除了，经脉得以疏通。晚成则除之，出恶血也，这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治疗原则。而治疗方法呢，有以下几点，其中暂刺者直入直出，速发针而浅出血，是谓之臃肿，指的是在皮肤外科臃肿急性期用刺络拔罐的方法来达到驱除臃肿排毒的功效。而治疗方法中的泡纹刺，左右前后针之，中脉为固，以取经络之血者，例如像急性腰扭伤，我们在尾中前后左右通过刺络放血的方法，我们知道腰背委中求能够治疗急性的腰扭伤。毛刺法指的是治疗一些浮闭之症，比如说我们脱发斑秃，就可以用皮肤分来进行浮刺的一个毛刺的一个扣刺法。治疗方法中还有络刺者，刺小络之血脉，我们看到像足内侧我们像痛风性关节炎这种细小渔网状的淤络，这种淤络点刺方法就属于我们这刺小络之血脉也。而出血量呢，我们临床上要求务必以斜径为准。在《素问·刺药通篇》中指道，刺之血色以黑，见刺血而已，指的是压力非常的高，通过轻轻的点刺放血呢，淤血以黑色的颜色射程非常的远，而血随着颜色的由暗变红，说明这个邪气已去，
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斜径以出血量是以斜径为止。而疗程方面，在《素问·谬次论》中提到，见日一次，一次不宜，五次矣，指的是就是隔日治疗的一个疗程刺激方法。它的特点呢，包含有6个方面：适应症广、见效快、操作简单、副作用少、协助诊断和判断预后。其中适应症广呢，按照中医来说呢，它有异病同治的理论基础，所以在《黄帝内经》中，除了腰痛、痹症之外，还有癫狂、厥症、疟疾等30多个病种，在临床涉及的有150多个疾病，这就符合我们中医说的异病同治的原理。而见效快呢，我们在一些急性期、次期出血，其病立矣，指的是我们的见效非常的迅速。而对于久病邪实、正气未虚者，一次不宜，五次宜，指的是隔日治疗5次10天一个疗程，能达到临床治愈的效果。操作简单，易学易掌握，只要注意无菌操作，它的手术部位的安全性跟普通的针刺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时呢，它在操作过程中要注意职业暴露和防护，让有血液污物的医疗废物要适当的进行处理，不能随意丢弃。而副作用少呢，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只要辩证准确，严格掌握操作规范，一般都是安全的，不会引起病人的不良反应等副作用。在协助诊断和判断预后方面，可以根据刺出的血液的性状及其他病理变化，辅助诊断和判断预后，如血的颜色的深浅、出血的难易、血质的稀稠、有没有夹质、杂质等，都对我们未来的预后判断有很好的借鉴。尤其对病情的诊断和了解预后有一定的作用，这在临床上值得我们重视。至于刺血疗法的现代机制研究，从机制来说，目前还是不明确的，但是我们可以倾向于认为，多种因素作用下的一个综合对人体机体的调节作用是多方面的，也是良性的双向调节。尤其在血液流变学方面，包含对血管输出功能和血液成分的一个调节，通过神经体液对神经肌肉的一个综合调整，对于免疫机制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激发机体的防御机制。对于体温调节方面，尤其对于一些外感高热、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引起的高热之症，有较好的退热效果。这是我们分享的部分的一些淤络图，尤其舌下津津郁郁的淤络，胁肋部、腹部、肘部、足部等等。那么通过这些淤络，我们知道在临床有点刺和刺络不同的一个操作方法，所以在临床值得我们重视。而今天分享的是岭南刺血疗法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的技术操作标准。痛风性关节炎多见于第一遮趾关节，尤其是在踝部和足部的关节部位。那么岭南刺络疗法呢，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通过临床诊查确定输血、淤络、病灶等作为施术部位，使用特定的刺络针具，采用快速旋转的手法刺破皮肤，放出适量的血液，以治病疗疾的中医外治方法。在操作前，我们选用适当的针具，一般要灵活选用，像一次性的30针、8号的一次性注射器针头，或者一次性的采血针，像糖尿病病人的一些采血针头，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无菌的刺血的针具。而体位的选择，一般以操作方便为度，在过程中要考虑到病人舒适感。而体位的选择，通常取平卧位坐位，操作部位为下肢时，还可以采用站立位；操作部位为背侧时，可采用俯卧位。消毒，一般针具的消毒，我们选用一次性的针刺血的工具；而皮肤刺血部位的消毒，一般常用75%的医用酒精，或者0.5%到0.1%的碘伏棉球，由中心向外环形擦拭。深部部位可以采用碘伏棉球进行消毒。那么手
操作者的手消也是要注意的，同时操作者要佩戴医用手套，而环境的消毒也有相应的标准。那么取穴的原则呢有不一样，点刺法呢一般来说我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在主穴的基础上配合辩证的配穴。那点刺法急性期呢，一般取关节红肿热痛、活动受限症状明显的部位，那么以采用这个假手寻按揣穴，确定1到3个阿是穴为刺络部位。而点刺法呢，在缓解期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取关节红肿不严重、肤温基本正常，以活动受限伴有疼痛为主。我们相对会选取足太阴脾经的络穴公孙穴。而络刺法呢，在诊查当中会寻找关节周围的淤络，若淤络形状较粗大，走形淤区分叉，充盈浮起于皮表，颜色青紫鲜明，数量多，分布广，那么采用3到5条最明显的淤络作为刺络部位。而刺络法呢，如果是淤络形状细小，成团交集盘虫，浮现于皮表，颜色紫红而且隐淡，数量少，分布比较集中，这时候我们会选取1到3条淤络作为刺络部位。如果无法确定归类何种情况时，我们建议每次选1到3条淤络作为确定的治疗方案。而处方方面，主穴就是四花穴，即双侧的胆腧、膈腧。配穴呢，急性期我们一般配阿是穴，也就是患者感觉到肿痛最明显的部位，或者是自觉有动脉搏动、循经出现的结反应点。而缓解期的配穴，我们配公孙穴，取患侧。那么处方2，在淤络方面呢，通过诊查可以寻找病灶附近的小的淤络，呈团状新生的淤络，一般来说选淤络向心端、淤区分叉处为主要的刺络点。主穴呢，我们取四花穴，患者取一个俯卧位，首先通过揉、挤、推捋等手法，让局部的皮肤出现潮红充血。常规消毒后，我们用快速旋转的一个手法进行点刺操作。那么在快速旋转手法的基础上，我们的拇指、食指、中指的指尖夹持着这个刺血的针头，然后通过45度距离皮肤大概2到3公分，再四处通过拇指的内收，食指和中指同时伸展，做一个快速的旋转。当针抵达到体表的时候呢，我们的腕指力能够快速的刺入，并且迅速的出针。那么这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个微痛，或者是我们操作过程中让病人感觉到有很好的一个点刺的效果，而且出血比较表浅，也不会产生很明显的疼痛感。主穴呢，我们一般来说在四花穴点刺之后，可以配合一个火罐的流灌5分钟，放出中量、少量的血液或者粘液为主。5分钟之后起灌，用无菌的干棉签或者棉球擦拭清洁皮肤就可以了。配穴呢，在急性期我们一般配阿是穴点刺，缓解期会配患侧的公孙穴点刺。而刺络法呢，一般来说，患者取坐位、仰卧或者俯卧位，一般在患肢下方垫有治疗中丹，常规皮肤消毒后，同样取快速旋转的手法刺破淤络，使血液自然的流进即可。那么我们出血量上面进行了4个层面的一个规范：微量、少量、中量和大量。微量出血量在 0.2 毫升，也就是3滴以下。少量呢，出血量是在 0.5 到3毫升，3滴到45滴之间。而中量呢，出血量是3到10毫升，在45到15滴之间。大量呢，出血量在10毫升以上，也就是150滴以上。预后的判断，通常情况下，出血较急、量多、压力大、射程远、血色黑或者暗红、质地粘稠厚重者，多为实症、热症，预后较好。出血比较缓慢、量少、颜色淡红、质地比较稀薄者，多为虚症、寒症，预后较慢。
治疗的间隔和疗程，急性期每天治疗1次，连续治疗3天，此后间隔1天治疗1次，共治疗6次，9天为一个疗程。而缓解期为了巩固疗效，预防复发，每2周治疗1次，共治疗6次，12周为一个疗程。注意事项：点刺法和刺络法呢，竞争以浅，手法以轻快为主，严格掌握无菌操作，防止感染。操作时注意不要伤到大的动脉或者静脉。孕妇及新产后要慎用。患者如果出现精神紧张、过饥、过饱、过劳者或大汗者要禁用。在治疗过程中，出血量在20毫升以上者，建议患者适当休息后才能离开治疗室。第6，注意避免晕针或晕血的发生。第7，做好健康宣教，嘱咐患者在伤口结扎前要保持皮肤的清洁干爽，防止伤口感染，忌食发物、海鲜、辛辣之品。第8，刺络治疗结束后，部分淤血溢于皮肤之下，容易形成血肿或者皮下的瘀斑，这属于正常反应，一般在1到2周后逐渐消退，不伴有其他不适，不需要太大的担心。而禁忌症是我们今天强调的重点：外伤大出血、营血机制障碍的患者。第2，血管瘤部位不明原因的肿块。第3，重度的下肢静脉曲张者。第4，严重的溃疡性皮肤病，我们都要禁用。不良反应以及处理：一旦在刺血过程中出现晕针或晕血，要停止操作，患者头低脚高卧位，给予饮用温开水或者温糖水，掐按人中也是我们的水沟穴进行紧急处理，严重的可以按晕厥处理。这是第2届杏林寻宝刺血疗法入选为现场演示的技术，也获得了王国强部长颁予的荣誉证书这是我们颁发的荣誉证书。我们看到这是第2届杏林寻宝，在2010年。同时，国医大师邓铁涛给我们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刺血疗法》这部专著给予题词。在中医外治疗法治百病的系列丛书12部分册当中，其中三灵针是其中一部分册。该丛书我们在2017年获得中华中药学会学术著作2等奖，这是王国强部长给我们颁发的荣誉证书。我们要感谢世界中联和国家中药管理局2个推广的平台。右上方这个银字招牌是世界中联中医外治操作安全研究专业委员会，创会的第1届会长是石学敏院士国医大师。左上方这个金字招牌来自于国家局科技成果推广示范基地。那么第1个项目实施醒脑开窍针法引进到广东省中医院，在国家局、省局和省剧院的支持下，我们开展分层次的推广应用，每年举办省级和国家级的技教培训，接待来自省内外的进修医生以及院内的规培硕士和博士生。这是多次继续培训的一些培训班师生员工的同时的一些合影。我们要感谢医院的平台，这是国医大师邓铁涛为传统疗法中心科室题词。作为全国治胃病中心，我们依托杏林寻宝，目前已经有13届的杏林寻宝技术，传统疗法中心成为全国特色诊疗技术活的博物馆和中医文化交流的国际窗口。在大针灸科的领导下，我们开展分层次的推广应用。这是国医大师邓老与部分工作人员的合影，以及全国特色诊疗技术的发明人，以石学敏院士为首这是岭南陈氏针法陈全新教授在我们中心带图查房。我们开展的中医传统疗法有40-50种之多，这是我们开展的针法类、针刀微创类、灸法、推拿、挑痧、输布以及民族医药类别。我们作为全国治胃病中心的试点单位，在体制辨识下开展传统的干预治疗，形成了我们的推广方案，各种的针砭灸药、刺血刮痧、熏蒸药浴沐足等等。我们看一下这个推广模式，获得了 CCTV4
中华医药教你不生病的一个采访报道。没病又难受，到底我是怎么了？8种偏颇体质，让您认清自己，扳正亚健康，教您不生病。中华医药系列节目教您如何不生病，敬请关注。这是获得了一个国内外的一个影响力啊，因为我们知道 CCTV4 是国际频道，针对淤血质我们易患的病症就有黄褐斑、痛风痛经等等，我们就用岭南赤血疗法进行干预治疗。这是2006年的一个采访报道，那为我们岭南赤络疗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和平台。不打针也不吃药，只见医生拿出了这样一根针，一针一针，开始的血非常的黑，慢慢变为暗红。那么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感谢世界中联会务组给我这机会，给大家一起分享，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到我们传统疗法中心来指导。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